在我妻子艾尔西·斯奈德出差的第二天，我詹姆斯·斯图尔特一边打扫卫生，一边随意地对着家里的智能音箱说：“播放点音乐。”音箱里传来一个低沉、陌生的男声：“好的，我是你的阳光。”另外，提醒艾尔西别忘了今晚为莱诺准备的生日惊喜。我愣住了，音乐声突然变得刺耳。我心念电转，我妻子是艾尔西，那莱诺是谁？我立刻打电话给艾尔西，你是不是动过家里的智能音箱了？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接着是他轻松的笑声：“哦，前几天有个朋友来家里，可能他登录了自己的账号。”怎么了？我笑着敷衍说没事，然后挂了电话。之后，我调取了音箱的登录记录，直接打车前往那个陌生账号关联的公司地址。出租车在日照设计公司楼下停下，我抬头望去，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令人眩晕，就像他过去2年在行业里那种势不可挡的劲头。日照设计是我创办的筑梦师设计工作室最大的竞争对手。前台非常专业，尽管知道我是竞争对手公司的老板，也没有表现出失礼，只是公事公办的处理，拨通了内线电话。几分钟后，一个穿着休闲衬衫的男人匆匆走出电梯，看起来干净清爽，带着几分天真。他就是莱诺·梅森。他看到我的瞬间，眼神明显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镇定下来，挤出一个非常假的笑容。他问道：“你好，请问您是？”智能音箱的问题。我开门见山，平静地看着他，登录记录显示是你的账号。啊，那个音箱，他恍然大悟，然后尴尬地挠了挠头，说：“那是我室友的。前几天他用我手机登录，说他的会员到期了，想借账号用几天。是给您造成什么麻烦了吗？真不好意思。”他的话滴水不漏，既撇清了自己，又显得无辜。如果我不了解艾尔西，我可能就真的信了。他高傲又敏感，绝不可能允许一个不相干的外人用私人账号登录他家里的设备。我的目光缓缓从他看似无辜的脸上移到他手腕上，他戴着一个银手镯，2个不规则的环交织在一起，其中一个上面刻着一个微小的字母 E。那是去年结婚纪念日，我亲自设计，找工匠朋友为艾尔西打造的。E 是艾尔西名字的首字母，独一无二。莱诺注意到了我的目光，本能地想把手藏到身后。我笑了笑，向前一步，语气温和地说：“那手镯很特别，女朋友送的吗？品味不错。”他的脸瞬间煞白，嘴唇微微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就够了。我没再看他，转身离开。坐在回程的出租车里，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亚历克斯·伍德，他是业内最好的离婚律师。电话一接通，他洪亮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哟，斯图尔特先生，终于想起我来了。帮个忙。”我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城市街景，声音平静的可怕。查一个人，日照设计的实习生莱诺·梅森。另外，把艾尔西过去半年的资金往来、酒店记录全部挖出来，一点细节都别漏。亚历克斯沉默了2秒，然后收起了玩笑的语气：“他们惹到你了？”“比那更糟。”我说。电话挂断，车内陷入死寂。没多久，艾尔西打来了电话，屏幕上“老婆”2个字显得格外讽刺。我深吸一口气，接起电话。詹姆斯，怎么了？他温柔的声音从听筒传来，一如既往的体贴，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我听亚历克斯说，你让他查什么东西？是工作上遇到麻烦了吗？看，他安插眼线的速度这么快。我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用最随意的语气回答：“没事，就是突然想你了。”电话那头似乎松了口气，接着是轻柔的笑声：“亲爱的，我也想你。等我忙完这个项目，立刻飞回去陪你，我的阳光。”阳光2个字清晰地钻进我的耳朵。我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原来我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阳光，或者我从来就不是。亚历克斯的效率惊人，不到半小时，我收到了一条信息。他发来一个链接，附带评论：“
年度最佳男女主角表演，证据链如此完整，我都不好意思收你全款了。好好欣赏。我点开，是莱诺的社交媒体账号，设为公开状态。最新一条动态是带着那个熟悉手镯的手腕特写，配文：阳光送达 ，S 小姐收。我的阳光昵称，我的手镯，如今成了另一个男人的战利品。我面无表情地往下翻，一张照片的背景是我家书房，莱诺拖着脸，笑得人畜无害，身后是我从意大利带回来的珍贵建筑类书籍。配文：在 S 小姐的书房里汲取知识，感觉自己也变聪明了呢。一张照片，她拿着笔在图纸上画草图，那是我送给艾尔西的30岁生日礼物，限量款钢笔。配文： S 小姐送的笔真好用，她说我的手配得上最好的笔。另一张照片是在我们常去的私房菜馆，摆着我最爱吃的几道菜。配文：在 S 小姐的秘密基地，她说我是唯一能让她完全放松的港湾。每一张照片，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切割着我记忆里最柔软的部分。直到我翻到3天前更新的那条照片里，莱诺举着一张打印出来的设计草图，笑容张扬而得意。配文： S 小姐熬夜帮我修改设计，说我是她见过最有天赋的设计师，顶峰中心项目势在必得。加油！顶峰中心是筑梦师倾注心血准备了半年的项目，是我职业生涯最重要的里程碑。我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抓起车钥匙冲出门。深夜公司空无一人，我用指纹解锁，径直走向艾尔西的办公室。他的电脑屏幕还亮着屏保，是我们结婚那天的照片，照片上的他笑得温柔缱绻。我只感到一阵恶心。我敲了下键盘，屏幕亮起，弹出密码输入框。我试了我的生日，错误；试了结婚纪念日，还是错误。我冷笑一声，输入了莱诺的生日，密码正确。桌面整洁干净，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加密文件夹。点开，里面正是顶峰中心的最终方案，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我和团队无数个日夜的心血与灵感。旁边安静地躺着另一个文件夹，命名只有一个字母 L。 我点开，里面的方案与我们的大同小异，只在几处关键承重结构和设计亮点上做了微调，规避了核心专利，却保留了方案的精华。方案的署名是莱诺。原来艾尔西不仅出轨，还计划着窃取我的心血，窃取公司的未来，去为他的情人铺路。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用力撑住冰冷的桌面，才没让自己倒下去。原来嫉妒和背叛真的可以让一个女人面目全非。顶峰中心项目竞标现场，人声鼎沸。我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目光锁定正走向台上的日照设计代表，是莱诺。他今天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西装，皮鞋锃亮，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向脑后，褪去了之前的青涩，透出商界精英的锐利。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解设计理念。我的灵感来源于城市之眼。我们希望它不仅仅是一座冰冷的建筑，更是一个能与城市共同呼吸，见证时代脉搏的生命体。这字字句句都曾是我在无数个喝咖啡熬到双眼通红的深夜对艾尔西说过的话。我曾以为那是夫妻间最深的灵魂共鸣，现在才明白，那只是我一个人的独白，而他是最有耐心的窃贼。更讽刺的是，艾尔西就坐在评委席的嘉宾席上，他长发利落挽起，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正是我熟悉的那种精英模样。他听得认真，不时点头，目光落在莱诺身上时，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那种真实又渴望向全世界展示他的光芒。他完全忽略了我这个坐在观众席角落的人，仿佛我只是无关紧要的背景板。掌心的手机震动，是亚历克斯发来的消息，需要我带着棒球棍杀到现场吗？我看着屏幕，紧绷的嘴角微微扬起，回复等着。台上，莱诺的演讲进入高潮， PPT 上放出了最终效果图，正是从我电脑里偷走的那一张。台下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叹声，演讲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
主持人上台，感谢梅森先生的精彩阐述。下面有请本次大赛的特邀评委，我们德高望重的行业前辈，筑梦师设计的斯奈德女士，对这份方案做简要点评。话筒被轻轻递到艾尔西手中，她微微颔首，清了清嗓子，温柔的目光落在莱诺身上，缓缓开口，说实话，我挺意外的。梅森先生的设计将艺术美感与实用功能结合得恰到好处，尤其是几处关键承重结构的微妙调整，非常大胆，非常精妙。他用精妙形容莱诺的精妙，形容伤害我的精妙。他顿了顿，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我相信这件作品无疑是今天的最佳。掌声再次响起，比刚才更加热烈。这一刻，我的世界寂静无声，只剩下心脏在胸腔里沉闷的撞击声。主持人笑着接话，感谢斯奈德女士如此高的评价。看来日照设计这次是志在必得了。那么，现场还有没有哪位嘉宾或评委想向梅森先生提问？会场一片安静。在艾尔西权威的高度肯定之后，似乎已无问的必要。莱诺站在台上，深深鞠躬，脸上掩饰不住的得意与喜悦。我收起手机，在众人即将再次鼓掌的那一刻，缓缓站了起来。我的动作不大，却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主持人微微一愣，问道：“这位先生，请问您是？”艾尔西脸上的笑容僵住了。